大家好，这里是播客斯文败类，我是思文，我是圆圆。今天这一期呢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日常生活，让我又悟出了点啥。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好的，我的第一个悟出来的东西之前应该有聊过，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展开好好聊一聊。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找的伴侣本身是什么样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你跟他在一起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想到这个事情的原因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男生，他之前呢一直处于一个就是生活非常动荡的阶段。我说的动荡是他的工作也很不稳定，亲密关系也很不稳定。他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换一个女朋友，他跟这些女朋友之间非常的戏剧化。就有一天他又突然被他的女朋友扇耳光，他就找我哭然后有一天他又要跟这个女生去什么浪迹天涯，就大概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他的女朋友都是那种艺术感非常好，然后品味也非常好，两个人又很有共同话题，很有共鸣。但是呢，我就发现他跟之前的这些所有的女朋友在一起，他都处在一个灵魂很动荡，就他永远都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他一直在跟我说他过得有多么多么的精彩，今天去这里，明天去那里，但我总感觉他处在一种非常焦虑和一种非常惶恐的一个状态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他每次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更加焦虑了，他可能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最近呢，他就又有了一段新的感情。他没有跟我说关于他女朋友的任何的亮点，因为他以前都跟我说啊，他在美国做什么摆摊做那个艺术，但他这个新的女朋友，他就从来没有跟我说对方是什么人，或者对方有什么亮点。他说哦，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说哦，挺好的。我也没有问对方是什么人啊，这样子。但是我发现他这段感情跟他之前的感情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就是他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他整个人突然就 peace 了下来，就是非常的安宁。比如他找我喝咖啡，他就坐在那儿看着那个蓝天，他就说哎呀，今天天气真好。我突然觉得这是一种他非常稀有的状态，因为他以前绝对不会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感受一下这个天气，感受一下这个阳光。他没有这样的心理状态，他以前只会说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去那个什么酒吧里面，旁边有一桌人在打架，我们就跟他一起打，他就会说这种事情。他没有跟我讲他的女朋友的任何的信息，以及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各种什么浪漫和精彩的环节。但我突然觉得他整个人变好了，这种好是一种稳定和一种平和的好。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哎，你怎么从来没有问我女朋友是干什么呢？我说我不用问啊，我说你找到了最适合你的女朋友。果不其然，他最近的工作也产生了这个良好的变化。你知道那种从事艺术行业的人，他们都是心性非常的飘摇不定的，他老是有一些什么新的想法，但他从来都没有实践过。然后他最近跟我讲，他跟他女朋友一起做了一些那种手做的陶瓷，去市集里面摆摊，卖得很好，变成了那个市集的销冠。我以前觉得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他来讲他都不屑一顾，他想的都是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 AI 的新模型，他老想这种事情。但他最近开始做这种他以前都看不上的事情，但他特别的乐在其中，而且变成了那个摆摊的销冠特别的知足。而且他说如果说这个再卖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开一个小店来卖这些东西。我第一次从他身上感受到了这种幸福感。他甚至觉得没有什么亮点可以跟我讲的一个伴侣，但是我觉得这个伴侣就是最适合他的伴侣。所以我在想，比如小的时候跟朋友说最近认识一个男生，哇，他1.8几，会弹钢琴，什么什么奥数第1名，就小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它是很好，它是很重要，但是不能决定说这个人他是不是适合你。如果看一个人他是一个好的缘分还是一个孽缘，你就看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的状态，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放松轻松开心的状态，还是你是一个非常焦虑，就是天天啊这个男生这么优秀，有一天离开我怎么办，就那么多女的追他，他万一不喜欢我怎么办。就是如果你处在这个状态中，这个伴侣他对你来讲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伴侣。我上次也是看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一个非常对的伴侣，他给你的感觉就是我没了他还有很多人喜欢我。但是如果一个不对的伴侣，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天哪，我要是离开他，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就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就是你跟好的人在一起，你会感觉没有他我还有很多人，
它其实是一个悖论，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标准检测一下自己的关系。因为对的伴侣他会让你感觉非常好，会让你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人，你才会有这种可以抛弃他的想法。但是那种会 PUA 你的人，他就会一直告诉你，就是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这样对你。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还深陷在一段关系，不知道他是不是你对的伴侣的时候，你就可以检测一下你的睡眠质量啦，你的脸色啦，健康状况啦，你对工作的一些信心啊，你对人生的这种希望感，你觉得他是否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你就可以检测一下你的这个伴侣是否适合你。不过就算是一段很好的关系，它也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不要在你们俩吵架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测量就行了。就是你要整体测量。对，吵架也有个比例嘛，就看它占你的生活的多少嘛。是的。第二个呢，我的领悟是，前段时间我出去玩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朋友吧，就是赵印印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一个美食家，他同时也是一个钢琴家。他就问我，他说你在哪儿啊？我说我在宝鸡。他说哦，我告诉你，西安有什么什么美食。我心想，大哥，我就是陕西人。然后他说，如果你回上海，我告诉你上海有什么什么美食。如果你去北京，北京有哪家餐厅非常好吃。然后说，哎呀，你知道我最近的行程安排的也很满，我要去法国吃一个什么什么甜品，然后我要去哪里哪里挖白松露。一方面我觉得他很逗，他有一种喜感。另外一方面，我突然觉得哇，他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人，就是一个人对于美食热爱到了如此程度，他可以花这么多的精力和这么多的时间，真的去为了品尝一道美食。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他经常在装，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在装，他就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就是要去挖白松露，白松露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佳肴，他就是这种人。首先，他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人。其次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欲望的人，他这个生命力好像就是他的这个欲望带来的。就如果他对美食没有这么多的欲望的话，他不会想要去跑这么老远去挖白松露。我觉得赵老师他的某一种生命力是被他的欲望所驱动的，因为他如果对美食没有这么多的欲望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大的劲儿。很多时候我们的欲望是一种浅尝辄止的欲望，就比如说啊，我想吃面，我就去哪吃个面。但是他就是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践行他的欲望。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啊，这个人就是欲望很强，就好像是一种不太褒义的说法。但有时候我在想，其实欲望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好和坏，人嘛就是食色性也，你对食物和对于比如说性欲的渴望，它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你如何去面对这个欲望，以及你如何去处理这个欲望。是的，欲望是一个动机，你如何实现你的欲望，决定了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有时候就说，哎，你野心很大，你想要，但有些人就会不择手段做一些东西，但有些人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获取的方法不一样，其实就是代表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们中国特别倡导一种人，就是清心寡欲。但是你想想，就是生活中如果真的有一个特别清心寡欲的人坐在那儿，你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没有意思？就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不想玩，每天坐在那儿也没什么意思，这个人就已经丧失了一些生命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不用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这么爱吃啊，我怎么这么贪吃啊，我怎么这么贪睡。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生命力的一个来源。我应该正视自己的欲望，而且我应该好好的开发自己的欲望。我想吃什么东西，我就去好好的吃，然后知道一些心得。哇，那我突然觉得生命好像又打开了另外一个维度的感觉。好像现代人都有点像是没有太大的欲望。我觉得可能来自于一种大家对这种欲望一直达不到的一种放弃感，就是说我有欲望但是达不到，然后我就摆烂了。不是说没有欲望，而是说生命力这个东西的缺失。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更有生命力的话，可以从你自己的欲望入手。对，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欲望，可能只是压抑了那个欲望，或者有时候是我们认为没有欲望是好的，从而让自己没有了欲望。没有欲望是好的这件事，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小姨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当时听完之后觉得自己好悲哀啊。就她说，
文文，你知道吗？你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懂事的小孩。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从来不问家里要任何东西。在他眼中，懂事的小孩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欲望的小孩，就是我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我唯一要的就是好好学习。从小就会被灌输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很多东西它就是不好的，因为你要了你就是有欲望，你自己又满足不了你的这个欲望，你就会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我当时的感受非常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不要什么是对的，另外一方面觉得我怎么能什么都不要呢？我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要呢？你不知道我从小压抑了多少次这个想要的冲动，为了扮演一个懂事的小孩，才在你心中形成这么良好的一个印象。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我小时候想要一个糖葫芦，但是我觉得这样讲的话会让大人觉得我不懂事儿，那我就不要了吧。其实这个东西我是很容易磨灭这个欲望的了，我就多看了2眼就这样走了。但是这个东西它会积累，我现在特别讨厌谁说这个小孩很懂事儿，就是谁说哎呀我们家女儿特别懂事儿，我就很生气。我就会觉得你不知道他压抑了多少东西，他让你觉得他很懂事儿。哪有小孩是这样？哪有什么小孩是什么都不想要的呀？你那时候好厉害，你一下子有这么复杂的感情。我小时候我妈一这样夸我，我就觉得那我其他的我就不要了，这个我也不要了。你有没有发现咱俩现在有这个问题，就是不要。就是2个自己觉得自己很清高的人，不要那些肮脏的东西。但是没办法，这是多年积累来的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我要敞开了，敞开了之后你反而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反而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对，我们就缓慢的反思吧。对对对，也不用瞬间反思。还有我觉得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小姨可能小时候也被这样教育，因为我小姨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更加匮乏的年代，她是69年生的，她那个年代如果小孩要这些东西就显得更加的挥霍无度，显得更加的不懂事。然后她既然已经压抑了这么多的东西，那她如果看到她的下一代如此敢要，她肯定觉得凭什么呀？就是我这么压抑，你活得这么畅快。可能这是一种每一代的一个积累下来的一个压抑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看到那些特别敢于面对自己的欲望，非常明确的表达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就会心里觉得哇好帅气。我觉得现在社会有一种鼓励那种想要，就是说嘴上说我想要，就说哎不要羞耻，咱们就想要，但是这个是最开始最基本的，你有了之后你如何实现它，这个才是真正的考验，你有没有耐力将这个实现。对，很多朋友想要一个东西就会在那个帖子底下接龙，我也想要+1+1。就是接。对，接这种第一个它并不足以让你能够实现你的欲望。当然我觉得有心愿是好事情，但是有了心愿之后你总得做点啥，因为纯有心愿不付出任何行动，这个老天也很难帮到你。有了一个欲望并且能够深度的去执行这个欲望满足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令人赞叹的事情。对，我觉得欲望有一些污名化，原因就是有了欲望，这个欲望太过大了之后，人无法驾驭这个欲望，他就会使用一些不太好的方式得到它，以至于人们就觉得欲望是个不好的东西。但其实你只要能掌握自己的欲望就没什么问题。而且我觉得人是特别喜欢省力的一种动物吧，就是如果我们有能够非常省力去实现欲望的方式，我们当然不会找那种费力的方式了。在帖子下面+1能实现的话，虽然你实现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会觉得好像这个过程也非常的空洞，就好像你做一个数学题，你没有解题的这个步骤，然后你直接抄一个答案，你会觉得对啊我做对了，我得分了，但是你不会感受到这个做数学题的快乐。对，我觉得这个生命力有点像是肌肉一样，你要锻炼，有一个欲望它是一个你的念头，然后你不停的锻炼，你的肌肉开始长，你的生命力开始长，生命力才是最重要的，欲望它只是一个动机。对，所以人家说那个真正的高手都是过程主义者，就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可能才是你所谓获得生命意义的一个主要的东西吧。第一步先解决我们自己不敢有欲望这件事情。对，慢慢的改变吧，这个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欲望不是一个坏事，想要不是一件坏事，想要是一件可以变得很好的事情。是的。
好，这是我的最近的第2个领悟啊。然后第3个领悟是我前段时间听到那个吴志红老师说的一句话，就短视频上的一句话，我突然就是振聋发聩，当时足足沉默了5秒钟。就是他说，优秀不会让人被爱，优秀只会让人被需要。我当时突然觉得这句话解答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疑问，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从小困在一个优秀的魔咒里，就是我妈总跟我说你必须得学习好才怎么样，而且我明显感受到如果我学习不好，我妈对我的态度非常差。而且因为我妈很少回家嘛，就是她1年可能只回1次家，那她唯一看到我的东西就是你的考试成绩，你的学习好不好，学习好了她就会脸色好看一些，学习不好她就会脸色难看一些。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指标，就是我会不会被爱的一个考核指标。我觉得我一直在用一种非常惊恐的心态努力让自己变优秀，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变优秀背后的动力其实是我希望被爱。但是呢，我发现我后来似乎也不算不优秀，之后好像我不认为他更爱我了，他只是更喜欢炫耀我了。我觉得我变优秀之后，比如说我当时考上了我们这儿比较好的高中，我妈的表现她不是说哇你好棒我好爱你，她的表现是跟她的朋友说你知道我女儿上了什么学校吗？保中。我当时听她这样讲的心态是很复杂的，我会觉得一方面我还挺骄傲的，就是能让她这么嘚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她对我就只是嘚瑟，她并没有爱。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很优秀的工具，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可以炫耀的工具。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就是难道不是变优秀就会被爱吗？那怎么变优秀之后还没有被爱呢？后来我工作之后也是有这种困惑，就是我一直以为我要拼命的去比赛啊，我要拼命的去努力啊，我觉得只要是优秀了，我就会得到人生终极的答案和终极的爱。但是发现优秀并没有给我带来这些，所以我最后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惑跟混乱，就是我突然不知道我一生中努力获得的这个优秀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整个人就愣住了，就是原来优秀不会让人被爱。我记得我1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写错数学题了，然后老师就让我在学校里面罚抄那个题，老师说罚抄50遍，结果我当时我那个年纪就6、7岁嘛，然后对于这个50遍没有什么数字的概念，我以为老师让罚抄500遍我就在那个地方一边哭一边罚抄题，然后我身边的同学都非常的冷静在抄那个题，我们都是做错题的人嘛，然后我就在那一边哭着一边抄，就这样，然后抄得很慢很慢。然后我姥姥发现我一直都没有回家，就来学校找我，看我在那哭，一边哭一边做题，他就说哎呀，他说你怎么啦你怎么啦，你哭什么呀，为什么在这不回家啊？我说老师让我罚抄500遍。我姥姥说老师你罚抄这么多遍，老师太不是人了，我去找老师。我说你不要找老师，你找老师，老师就会让我抄5000遍。然后我姥姥就很生气，就领着我去找老师，我特别害怕。老师说我只让他抄50遍不是抄500遍。然后我姥姥说那不行，这孩子已经抄的已经不行了，就现在该吃饭了，都已经6、7点钟了。老师说那你现在回去吃饭吧，他说下次不要再做错了。我说然后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讲，就是我以为人生要崩塌了，就这个老师罚我抄作业，最后发现原来老师就点个头回家吃饭吧就这么容易的就解决了。回去之后我就发现这样一件非常不优秀的事情，就是我写错了题，老师把我留在学校罚抄的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让我姥姥不爱我，他只是说天呀你们老师太没有人性了让这么小的小孩在学校罚抄那么多遍。哎呀，说我们家文文太可怜了吧，平时就学习这么好，就做错一次就要被留在学校罚抄。就我那一刻觉得我姥姥是很心疼我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对啊，不管我优不优秀，爱我的人他一直是爱我的，不爱我的人他一直不爱我。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平时我们经常看到网上会说什么姐妹一定要什么减肥变瘦变强变美，然后多挣钱，这样的话什么男人会不爱你。我以前也觉得是这样，但我现在觉得不是就是你再优秀，不爱你的人他终究是不爱你，他会觉得说你有很多价值，你会被需要，但你不是在被爱。就像我小时候
暗恋我们班的一个插班生，长得很帅。我总觉得我获得了年级第1名就会被喜欢，但是发现我获得了年级第1名之后，他就过来找我问数学题他并没有对我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好感。然后我那一刻其实更生气了，我在想接近我就是为了问我要数学题，我又有一种被工具化的感觉。我现在想想，其实错的不是优秀，错的是我的理解。我变优秀的动机是获得爱，发现这个东西获得不了爱。但是呢，变瘦变美变有钱当然是会让你身边的人更多一些，因为它会吸引更多的人数在你的身边。可能这个人数根据概率来说，人数多了，这个爱你的人的出现的概率就会更大一些。但是优秀跟有人爱你，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是，如果你持有这个价值观，就是说一定要非常优秀才有人爱你的话，肉眼可见你接下来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焦虑，因为你要不停的优秀，世界上比你优秀的人多了去了，永远有人比你更优秀，你这一辈子都会在焦虑之中生活，你不会有一种我足够优秀了，它不会停止到这里。对，因为你要奔着优秀去的话，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更优秀的人。即便你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你的财富，你变成了世界首富，你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但你并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啊。就是你优秀是没有一个顶端的，而且如果你像我一样，如果抱着一个被爱的心态去努力变优秀的话，等你真的某一天优秀了，你会有巨大的失落感，因为你发现原来我的人生观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优秀这个东西呢，它可能是五花八门的优秀，你不能同时拥有。就算你同时又美又有钱又有权利，所有的东西全都让你占了，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优秀你没有，就比如说你没有钱也能活得更好，然后这种优秀你就没有了。很多优秀是充满悖论的。对，我曾经问过一个男生朋友吧，他是一个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条件非常优秀的人，就是他1.87米，长得也很帅，学历也很高，也很有内涵，人也非常的悲悯，非常的儒雅。就是如果你看他的外表，他的财富状况也很不错啊，你看他的外表，你会觉得这个人太优秀了吧。我那天就问他，我说那你会认为说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吗？他说非常难。他说你身边的人多不代表你能爱的和爱你的人就多。他说你找到一个能够相爱并且能够互相懂得的人同样非常非常难。而他说你身边的人多的话，你就会更增加一些筛选的成本你就不知道他是冲着什么来的，所以说会让人更加的苦恼，就是他的周围全都是迷雾。对，就是别人会装作是真的爱你来的，但其实可能他只是觉得你很厉害，或者说你这里会有什么价值，所以他会觉得说其实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后呢，吴志红老师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优秀不是被爱的原因，而是被爱的结果。我也觉得是振聋发聩。我就在想，既然优秀无法直接的被爱，那怎么样才能被爱呢？我刚刚好好的回顾了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生命中真的爱我的人，他是为什么爱我？那就是没有原因爱你的人他就是很爱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比如说我的有些家人不爱我，我的有些家人很爱我，他可能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爱的能力的人，他可能因为这个人他就是莫名其妙的很爱你，他就会很心疼你，他就会很愿意为你付出，他就会把你的感受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有些人他不爱你，他就是不爱你，他也没什么理由就是可能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缘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被爱的关键，就是你要相信自己被爱。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在向你表达爱的时候，相信一下。当然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要拨开迷雾稍微有点矛盾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真的爱的这种感觉，它会让你放松。但是你放松下来，很多时候我觉得习惯了不被爱的人，他会突然一激灵，他说他不会真的爱我吧？不可能吧？我觉得这时候可以让自己稍微相信一下，稍微放松一下，稍微感受一下可以被别人爱，但是不需要同等价值的付出跟回报的一种感觉。这是我的3个最近的领悟吧。
接下来就是我的3个日常悟出来的东西。我的第一个是不喜欢的时间也要硬着头皮一点点度过。最近我妈做手术嘛，我在外面等的时候悟出来的。手术时间特别长，你知道人在清醒的时候就在那地方干等3-4个小时是非常非常煎熬的，尤其是你每一秒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自己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逃避痛苦的人，从小到大就不喜欢做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吗？就是我从小到大也没有努力过，因为我只对我自己想努力的东西努力，然后那些不想做的事情我就丢掉一边。我小时候做题只做我自己喜欢做的题，就是我做对的题我就一遍一遍的做，那些错题我从来不看，所以每次都错。我就是这么一个喜欢甜的好的，然后对于那些痛苦的东西就会逃避的人。那天我坐在位置上等手术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生活和小时候做题可真是不一样，你就算非常不想面对的痛苦也是要一分一秒的过的。在那个地方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希望我是做手术的那个人，因为我只要打了麻药，我醒来这一段记忆就不存在了。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全麻，因为我是个健康的人，我就是得在外面一秒一秒的等那个东西过去。当时就非常非常的绝望，我就在想我终于长大了，就是这种东西我也没办法逃避。它和工作还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我对喜欢的东西我就一直做，不喜欢的东西我就不做，这些事情你在事业上你在工作上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你只专精你某一个方面，你就会越做越好，正反馈越来越多，你可能就会在某一个领域做得特别好。但是生活可不管你是什么领域，生活就是所有的领域你都要涉及，该遭到的痛苦你一点都不会少。然后我那天就在那个地方等，我就想起了以前看到很多长者吧，或者哲学家或者有智慧的人，每个困惑的年轻人问他们遇见痛苦的事情怎么办，他们的答案其实都差不多，基本上就是熬过去，没有好的办法，你就是熬过去。还有一点就是在面对快乐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样，但是我是在面对快乐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快乐非常少，我会觉得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哎呀现在很快乐，但是一会儿就没了，会有这种感觉。因为那时候你知道这种感受是动态的嘛，它会过去，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人一面对痛苦，你就会觉得这个痛苦是静止的，觉得它特别的大，好像它永远都过不去，以为前面都是痛苦。那天我就觉得原来快乐和痛苦一样，就是你不管多快乐或者你多痛苦，你这个时间它都是在往前推进的，客观上这些都是会过去的。当然我不想跟大家说一切都会变好的，你只要熬过去。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的这种痛苦是会过去的，当然你接下来可能是另外的一种痛苦，但是你此时此刻的痛苦肯定是没有了。接下来的不管是什么，这一刻它客观上是会过去的，你就只能硬着头皮一点一点的过去，一点一点的等着时间推进过去，你只要知道它会过去的就行了。你关于痛苦的领悟，我在初中就已经领悟过了。我没有这种大量的不得不面对的痛苦。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就非常痛苦的在那里背书，因为我的地理学得很差，所以我当时需要把几乎一本地理书都背下来，我才能考一个比较 OK 的分数。然后我的同学就是啥也不用背，人家就能考98分，我把那个书都快背下来了，我才能考95分。那时候我就在背那个地理，我真的很痛苦，因为你对那些东西又毫无感知，什么平流层啊、对流层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我现在就都还记得这名词儿，但是我不记得它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觉得我应该怎么撑下去这段时间呢？我就跟自己说，痛苦的时间过一秒就少一秒。就那个时候，当时就有很深刻的你说的这种感受。就觉得你们是有一个大体对世界的感知的，所以我之前没有，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如果我不想背地理的话，我就不背，然后我就等它不及格，就纯背我自己喜欢的。小时候你说鸡娃和不鸡娃，最后结果都差不多，咱俩现在都在做一样的工作。不怎么学习的人跟小时候拼命学习的人，最后的终点是一样的。我当时因为没有那样痛苦的去学习，所以我也错过了很多领悟的东西嘛。
就是我总觉得我小时候的价值观是非常儿戏的，我小时候就在想我只会这些东西，那以后长大只运用这些东西，就跟我有时候看到短剧一样，就是有一些人穿越到过去，他只会弹2只老虎，正好别人就要考他弹2只老虎就是一些非常幼稚的世界观嘛。但我刚刚听你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哇，我好羡慕你的童年，感觉我错失了很多快乐。然后你的感受是，哇，我错失了好多痛苦就是我们刚刚聊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你总会感觉你错失了一些别的东西是因为你总会觉得如果我那样的话，我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对，那我觉得我小时候经历那么多痛苦有啥用呢？那小时候不应该开开心心的吗？长大了以后有的是痛苦让你领悟，对吧这倒也是我觉得痛苦这件事情确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没办法不面对吧，就是你再怎么逃避，有一天它这个东西还是会来到你的身边，你还是会去不得不领悟。所以说那种没苦硬吃实在是没有必要。就是你小时候让小孩吃那么多苦，你以为他长大就不会吃苦吗这个苦它不是有一个固定的额度的，不是说你小时候吃了你长大就没有了，什么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以为人上人就没有苦吗？人上人照样很多苦啊。我觉得你最近状态好很多，是本来你说昨天要交公众号的，但是你没有交，我就觉得哦，你回归了也是因为你允许我没有交因为我前天刚刚出差回来嘛，特别特别累，然后我昨天整个一天处在一个非常困倦的状态，然后我就跟自己说，我下午一定要写公众号。然后圆圆说明天我们录播客吧，我说好的，那我今天把公众号写了。他说没关系，你也可以不写。我想好的，那我就不写你不是发了一个表情包是拒绝吗？我就以为你会写，然后你后来就没有写嘛，我就觉得哦，思文还是放松了很多对，那个表情包的意思是捂着心，心很痛不是拒绝。哦，我以为你的意思是没关系，我会继续写的哎，我觉得你经常对一个东西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对，那个接下来就是我第2个领悟了那第一个领悟就说到这里，就是时间会过去的。第2个领悟就是每个人看到同样的东西，脑子里所产生的理解完全不同对，就是我昨天发的表情包。我那个表情包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 emoji 的表情，然后一个女生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心脏，另外一只手做出一个就是怎么形容，好像就是一个五指伸出来对对对，一只手捂着心脏，另外一只手就是五指伸出来。我的理解是心痛，不要跟我讲话然后圆圆的理解是不，我拒绝，我今天一定要写公众号有这个领悟是因为最近我们不是看了好东西吗？也是在直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跟大家的理解不一样。好东西是个电影嘛，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之前的理解一直是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前面2个词我没有理解错，然后最后一个词我理解的是有很多人阅读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传播度很高，就是正直勇敢，公众号有阅读量对，我大概的理解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理解，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公众号，也可能是因为电影里面王铁梅她是一个写公众号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哦，我正直勇敢，我这些都很好，然后我还可以把这些传播出去，有特别多人能受我的影响，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后来别人跟我说那个阅读量是读书多的意思，我心想如果是这个意思，我就会说正直勇敢我读书多你确实还蛮刁钻的吧，只能说。之前我一直有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当然很多老师也都讲过这个故事，就是说能不能看到一只鸡。有一个都市短片，然后给很多原始人看，那些原始人就看到那个影片里面的一只鸡，导演非常困惑，他拉了很多篇，发现其中有一帧跑过了一只鸡，但是因为那个部落里面的人对于那些都市风光片完全不了解，但是他对鸡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就看到了那只鸡，所以大家都在讨论那只鸡，然后他们引申成人只能看到自己熟悉的东西。我过去的人生一直觉得我应该尽量的全面的去看待一些事情，我不要陷入我自己的视角，只能看到那一只鸡。但我后来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在交谈，或者我们做播客，或者是我看很多很多四面八方来的信息源，我一直在避免这件事情。但我发现这些信息只要到了你脑子里，
经过你脑子的一些加工，就是会变成你自己的视角，你逃脱不了的。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算了，就这样吧。就是阅读量，我理解成那个意思。其实我至今都觉得，我当时被那句话惊艳到，也是因为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话，你正直勇敢，还要被更多人看到。知道了他真实大家理解的那个意思，我反而觉得，哦，正直勇敢，读书多，这咋了嘛？就是我反而觉得好像还没有我当时理解的那个东西，没有那么独特了。对，没有让我觉得那么有力量。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看到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对我自己产生了一些力量和鼓舞的话，那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好了，我接受我自己的局限性，然后我也不打算改变了，就这样吧。其实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甭管你的认知有多么的宽广，人类终究是有人类的局限性的，你再宽广，你也不可能真的很客观。所以客观的讲其实就是主观的讲。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客观的讲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他只能看到自己的偏见，然后只是说你更认同哪种偏见。我真的是在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要讲这个事情。我当然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做自媒体，我们写公众号，阅读量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带入了。我是觉得你真的还挺可爱的。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这句话应该根据这个人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的一个表达。比如说你如果当作家了，你就是正直勇敢有畅销书。朋友也告诉我，他说那句话是小孩说的，所以他说的那个阅读量是他读书多，因为他读书他近视眼，这样理解是比较顺的。对，我那天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为什么有阅读量这件事情会被提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对，当时为什么理解错，可能是因为他在喊出那句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 punch line， 然后我觉得正直勇敢这两个字在我心中是很重的，你后面加一个阅读量，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更重的词嘛。结果你说读书多，可能在我心里面读书多它并不放在正直和勇敢的后面，就是正直勇敢比读书多这件事在我看来更重要。就是真的所谓有阅读量这件事情在你心中的分量并没有这么重，对吧？对，所以它放在一个 punchline 这样的一个位置，让我觉得它应该另有所指。我就引申的是可能说，哎，那我们传播度广，就是我们有影响力，我不止正直勇敢，我还能把这些正直勇敢给传播出去。那你觉得如果让你重新评估一下正直和勇敢后面应该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跟这两个的分量相媲美呢？就正直勇敢有公众号阅读量呀。我在想，就是大家如此之喜欢听脱口秀的原因，就是因为脱口秀演员经常会有一些非常小众和独特的解释对于一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对一个东西的理解总是跟大众有一些偏差，其实是一件非常可爱和非常独特的事情。然后你讲出来，别人会觉得哇，我这个人好有意思，居然会这样想问题。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斯文和败类。好的，我的第三个领悟是一个非常古典的领悟。有一天晚上我在床上躺着，就觉得我应该阅读点东西。晚上我想看点轻松的，我又不想看那些什么很重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我也不想开启一个小说的阅读，就莫名其妙打开了《大学》这本书。《大学》这本书就是四书里面的那个大学，大学中庸那个大学，因为我一打开一看才17页，那我就读一读吧。我一翻开看到它里面写大学的意思就是大人之学，袁大人。你之所以是一个大人是因为你理解了这些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里面有一段我跟大家念一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我们以前会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就好像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儒家理论，就是说你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们小时候只听这些，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看到这本书，发现它其实方法论都已经写了，而且写得非常清楚。
我们就先不说那些大的什么治国平天下，我们只说一个小的，就是修身。就感觉我们小时候一听修身，怎么修呢？我不知道怎么修。我一翻，我发现他其实说了，他就说你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的心正起来。如何正你的心呢？你先诚其意，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意给诚实，就是你不要骗自己，大概是这样。读完我是感觉自己被注入了很强很强的力量，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解读是不是对的，因为关于大学有很多很多注释嘛，就不同的人他解释起来也就不一样。我就不管别人是怎么解读的，我就管我自己是怎么解读的。就是如果你想要修身，你就要先正自己的心，但是正自己的心并不代表你的心时时刻刻是正的，而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说明你的心是正的，因为你有一个标准，你觉得这件事情是错的。不要说我做了一件事，我为自己找理由说我没做错，这样的话你的心很容易歪，或者你的心很容易被别的东西给遮蔽起来，它不是那么的中正。如何让你的心正起来，就是诚其意。我的理解是，你所有的念头你都要诚实的对待，不要骗你自己。人是很容易骗自己的，而且自己也很容易被自己骗过。之前就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的朋友说，他写日记都会骗自己。我是有体会的，我有时候写日记也会骗自己。比如某天不是特别开心，但是我也会在写今天很开心，或者硬找一些今天开心的理由。我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上一些节目，第一句话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其实人自己骗自己是很容易的嘛，就是你说这种话其实也是正常的，但重要的并不是说不让你说这句话，而是说你不要骗自己。你自己做的这件事，你要知道你自己不是真正这样想的，而不是说我今天真的很开心，你连自己都骗。就比如你闻到了一个臭的东西，讨厌这个臭，那这是很正常的。你看到了一个东西你非常喜欢，然后你这个喜欢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有时候这些东西你可能喜欢这些东西，你自己觉得是不应该的，然后你就骗自己说我不喜欢。这本书写得非常差，但是大家都说它很好，所以我也说它很好。我也是在不停的追问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平时这么爱骗自己。你不一定要告诉别人，你不一定要公告天下你自己所有的一些内心非常不愿意面对的东西，但是你至少要对自己坦诚。说实话，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骗自己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当代应试教育的受害者。我之前应该讲过这件事情，就是我写作文写得非常假，我自己也知道我写得很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得真。我也不认为写得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每次写的假的东西都备受赞赏，然后我就会觉得很难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摆脱这个难受，我也不知道这个难受来自于哪里。然后我觉得其实是做脱口秀这件事情对我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在对，就非常认同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把它戳破，你告诉大家其实真相是这样的，就你们不要这么虚伪啦，大家就会笑，其实就会产生一些共鸣。我觉得我长期在挖掘这些东西的过程中，让我不得不面对一些真相。在做脱口秀的这个过程中，它那个真相是受到鼓励的，因为你道出了真相，别人才会笑。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受到了一个长达5-6年的一个训练，就是要真一点，让我真的有一天能够了然，原来真是一件非常轻松、非常开心，并且能够获得大家赞赏的东西之后，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解放了。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先诚其意。是的，我是觉得现代尤其是网络环境，说真话是有风险的嘛，而且说真话也并不代表你说的对，但是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是真实的。我只能说我们没有必要说你训练你自己诚其意的时候要对公众说，或者是你不用在一个大范围之内的说我要炫耀我的真诚，但其实你只要自己一个人知道你自己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就行了。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谨慎，可以是一个看起来非常从众的人，但是你知道我没有骗自己，我心里面没有骗自己，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知道我自己真正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真的是讨厌还是喜欢，我的喜欢里面是纯粹的喜欢还是夹杂着别人的看法，我真的讨厌还是因为我中间夹杂着一些嫉妒，反正就是一定要赤裸裸的对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跟别人诉说这些都无所谓，你只要不骗自己就行。对，比如网上经常看到一些留言说我怎么 get 不到刘亦菲的颜我觉得 get 到 get 不到都没有问题，就是刘亦菲虽然我觉得她长得很好看，但是你觉得她长得不好看，这也非常的正常，但是你可以写这句话的时候想一想，我真的没有一丝嫉妒吗？那如果真的没有一丝嫉妒，那我 get 不到她也很 OK 啊，就是确实是 get 不到她的颜，这也很 OK 啊。是的，所以说带着觉知做一件事儿跟没有觉知做一件事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以前我特别喜欢评判别人，就是我老是在讽刺别人，然后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知道我讽刺别人是出于一种自我优越感，等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依然控制不住讽刺别人，但是呢讽刺完别人之后，我现在我刚刚是出于一种优越感讽刺别人，我知道这个事情跟我不知道之前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讽刺别人了，它就是一个知道跟不知道的一个区别，还是很大的。是的，我觉得一个人他过得好，就是看他认为自己做的对的事多不多，自己认为对的事做的越多，你就越幸福。对，成其义者，慢慢的你就可以平天下了。而且他这个诚意之前还有2个，就是格物致知嘛。格物致知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但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有点像认识论嘛，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你怎么认知它，怎么实践它，是这一块的东西。就是如果你看这个世界和实践这个东西，它的素材来源都是错的，你是没有办法对自己诚意的。你的信息源什么的都要保证是真实的，比如说我摸到一个竹子，这个竹子是什么感觉，你至少要真实的，你不能想象你自己摸到一个竹子。我的理解格物致知就是你去实践去认识，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很多时候我们周边的一些言论会模糊我们对一个东西的认知，比如说你从小都听到所有人都跟你说竹子是毛茸茸的，我就会因为这种言论，我摸到一个竹子的时候，我也在心里给它编排，就是好像确实这个竹子的表面有一些细小的毛说毛茸茸的也没有错啦。但是有一天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有阅读量的一个重要性，就有一天你可能会看到另外一本书说竹子其实是光滑的，然后你心里面会触动一下，说哇塞，原来竹子真的是光滑的，我没有想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单单看网上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的认知有时候会更加的偏差，因为所有人跟你说的都不一样，你就会怀疑自己，然后你可能看到更多的声音，你会发现原来有人真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是的。好，那我今天的也讲完了。好的，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自己的认知的突破，可以写在评论区，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拜拜，拜拜。